Hello，大家好，今天是11月26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见面啦。美股市场果真新高，在前期阿哲用2期视频告诉大家，美股还有新高，美股的目标就是新高。而昨天道琼斯和标普都创出了新高，唯有纳斯达克指数因为英伟达拖后腿，所以目前还没能够新高。那在这种极端的情绪下，市场创了新高，但特斯拉却出现了下跌，和英伟达有些类似，是被影响了吗？难道特斯拉它这一次下跌真的又给到机会去低点买进，还是说借此行情去做了资金的出货行为？今天阿哲会讲解一下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以及其他指数的一个分析，包括目前市场特斯拉、英伟达的空间趋势解析。同时呢，阿哲也认为在目前上涨行情下，有一些刚刚止跌的个股有可能有补涨的机会，比如近期在调整的比特币以及谷歌和亚马逊。那么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大家依旧有帮助。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图版，我们还是先讲一下本期视频的一个目录。今天呢是我们视频的第117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在第一部分，阿哲照常讲一下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会用2个部分，一个是决策阴线，一个是空间测算。所谓的决策阴线是目前市场所出现的这一根假阴线。我们看到前期出现的假阴线，其实它都会给到我们一些提醒，包括前面这一个高点，它也是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假阴线之后的下跌。那么假阴线究竟怎么用，以及后续行情怎么发展，我们怎么去分辨，这是阿哲第一部分给大家带来的决策阴线的知识点。第二部分呢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的空间价格分析和空间趋势分析。第三部分就是其余个股，阿哲呢会简单讲一讲。今天的内容，阿哲依旧是准备了满满的干货，希望大家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当然，如果你是时间比较着急，那么可以看到下方，阿哲呢每期视频因为内容较多，阿哲知道不是每个学员都能够从头听到尾，可能呢时间原因，有可能是比较忙碌，所以阿哲也愿意呢为大家去整理一下这个时间轴。那么下方的播放按钮有一个时间轴，点开之后，你可以看到每一个视频环节下的具体时间，那么以此呢去尽快的、尽可能的观看您最想要了解的内容。那么希望呢以此能够解决一些您的一些麻烦和顾虑。那么现在阿哲准备开始第一部分内容，决策阴线的使用方法。我们看到左侧的图表是最近的纳斯达克指数的图表走势，是日线图。那么最近的假阴线有吗？假阴线其实出现的概率不大。你会发现这个图表的走势走到目前2-3个月的时间，它几次假阴线？1次、2次、3次、4次、5次。如果阿哲没有画错，应该就是这5次的假阴线。但是假阴线不是每一根都能够称为决策的假阴。阿哲之前没有明确的去告诉大家什么样的阴线才更有用，今天会告诉大家，比如说这一根它也是假阴线。所谓的假阴线就是股价是上涨的，但收的却是一根阴线，我们叫它做假阴线。那么假阴线为什么这一天不是呢？它也是上涨的，它也是收阴线，为什么它不行？而关于假阴线决策假阴的识别，我们需要具体到行情图表当中去看一看。目前你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斯达克指数图，那么纳斯达克指数的图表当中，昨天这一天就能够算作一个很标准的决策假阴线，因为它的特点是价格有明显的一个上涨，而上涨之后收的是一根阴线，并且下方有一个放量的动作，那么满足以上的要求，它就是一个决策的假阴线。那么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有一个上涨动作？所谓的有上涨是你至少肉眼可以看得到它和昨天的收盘是有抬高的，那么就可以了，并且是放量。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天它呢是不是有明显的收盘抬高，但它是缩量的，所以它的一个决策效果就不是特别的好。那么看到这一天，你会发现为什么它不能够太算是决策假阴？因为它的收盘价基本上和昨天是相等的，我们说它叫做反击阴线，或者说它叫做约会 K 线，但它不是我们要的决策假阴。而下方的成交量虽然也是放量，但不满足。
那像这一天呢，很明显有明确的上涨，而后股价收阴线，下方是放量，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像这一天是略微有缩量，不是特别好。那像这一天呢是收盘不够明显抬高，所以也不是很好。那么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一个决策假阴，这一天也是，这一天它也是一根决策假阴。那么像这一天它也是上涨啊，放量收阴，但是因为它的收盘价相对来说不是很明显的有错开，所以呢不是很好。而且决策假阴之前啊，最好是一个阳线啊，会比较不错。好，我们看到这里，决策假阴出现之后，怎么去分辨市场的风险和机会？所谓的决策就是它能够告诉你方向的改变。如果出现决策 K 线，那么它的阴线的实体之下，如果被快速的收盘跌破，股价将意识到会更容易出现调整。那如果股价能够快速站在决策假阴的实体之上，或者说至少呢是不跌破收盘，那么就说明这个方向性大概率目前还没有下跌的风险。我们看到这一个决策假阴是不是出现了假阴线之后，股价前面是上涨的，那么是更好的明显的上涨。决策假阴出现之后，它的实体下沿很快就被跌破，跌破1天、2天、3天，而后暴跌。那么我们就知道决策假阴它代表是一个让你决策方向、决定方向，让你再次走到十字路口选择方向的时候。好，那么这根假阴线它的实体下沿，我们就应该定一个关键的分界。股价如果在今天或者说之后2-3天内快速的收盘，会在这之下收盘，那么就说明风险就来了，你要小心，多头这里要稍微休息一下。那假如市场当中不只是收盘不降低，而是收盘还快速的站在这之上运行，那么就放心，它只是一个中段，它不是一个特别有风险的决策假阴线。通过识别市场当中关键的阴线，我们就知道目前一个最简单的识别风险和机会的策略，就是看到昨天11月25号这一根阴线，这根假阴线它的实体下沿是哪个价位？是当天的收盘，因为它是阴线。那当天的收盘是多少呢？它的收盘价就是19054.84。19054.84，那么这一个价位，如果后续股价收盘在它之下，说明风险大于机会，你的多头仓位要小心了。那如果在它之上，则说明市场至少还是稳定的，依旧可以看涨的。刚才我们讲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重要防守位，而现在我们看一下其他指数，比如说罗素2000指数 ETF， 我们看到这一个相对的上涨，是不是这个指数也创了新高？但大家注意了，如果你发现指数创新高，但是在前高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什么形态？三阳小顶形态，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三阳小顶，而且有长上影线。那你要小心一下了，如果有某个指数创新高是有三阳小顶出现，就说明它的调整风险还是蛮大的。而看到道琼斯指数其实也是如此，股价虽然是创了新高，但是实体比昨天是缩短了，它也是三阳小顶结构，只是它的一个衰弱的现象还不是很明显。所以呢，我们依旧保留一定的小心，因为三阳小顶的出现一般意味着风险的左侧凝聚，而未来是容易出现调整的。所以这个地方创新高有三阳小顶，那么要小心它的风险出现。包括标普500指数也是如此，创新高是创新高了，但收盘没有涨上去，并且是不是上涨动能也是在缩小的，虽然不是阳线，但是它也是一根决策的假阴线。那么通过以上阿哲所说的，你对于指数环境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目前的指数要么出现了上涨动能衰竭，要么出现了决策假阴线，我们要相对的小心，这个地方不要盲目的看涨，它有一些回调的风险，短期上有风险的区域，这是我们通过第一部分决策假阴线能够告诉各位的。这个决策假阴昨天应该也有很多个股出现，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看一看，它也可以用在个股的交易、个股的决策当中。这是第一部分内容。阿哲在决策假阴当中主要讲的是价格，但是在技术分析当中，量价时空不可或缺。所以下一部分阿哲讲一下空间方面的测算，纳斯达克指数目前重要的空间点位有哪一些？那如果呢你是老同学，
听完决策假音觉得有收获，并且再次复习的，记得给阿哲视频点个赞，支持阿哲后续的创作动力。那如果你是新同学，还没有订阅阿哲，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希望大家能够给阿哲一点小小的支持鼓励，可以点击订阅，加入阿哲的一个粉丝团队。那么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后，可以点一下小铃铛。小铃铛的作用是，阿哲以后未来每一期视频的更新，每一场直播的召开，你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接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你可以立马知道阿哲的动向。所以如果你是点了订阅没有点铃铛的，也可以把小铃铛点开。感谢老同学的点赞和新同学的订阅，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空间的测算。所谓的空间测算是阿哲呢在每天盘前专门为订阅粉丝观众准备的一则信息。这条信息呢会在 Telegram 中为大家去发送，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你可以每天盘前都看到。那么关于这条信息，这是阿哲昨天在香港时间4点15分的时候盘前美股盘前所发布的昨天11月25号。那么一般盘前的解析会有两部分一个呢就是市场当中的趋势分析，但因为呢阿哲周天和周一已经讲过很多趋势分析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放。那么另外一个是空间的点位解析。那么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阿哲觉得当天它如果在不受到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它最多的收盘涨幅会到哪个点位，以及它最大的收盘跌幅会到哪一个点位。每天的盘前阿哲都会公布这一个数据。那么如果股价收盘它是跌破了所认为的最大的跌幅，那么一般后续是容易走弱的。如果收盘突破了所认为的最大涨幅，那么说明多头很强，一般后续空间上是看涨的。当前呢指数一直是保持突破之后的看涨形态，所以空间上目前还没有太大的风险。那么因为阿哲觉得目前的行情比较关键，所以把今天的点位也公布到了本期公开视频当中。在以往的行情解析当中是比较少的，阿哲呢只公布过1-2次，所以如果你想要每天都看到，那么可以加入到阿哲的粉丝，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当中，每天都可以收到。那么像我们今天的阿哲所认为，正常来说哪怕上涨，它最大的涨幅不应该超过这一个数值，最大的跌幅呢也不应该跌破它。那假如今天的市场能够收盘站在这个点位之上，说明纳斯达克指数也是前高，没有任何的问题，股价在本周哪怕是感恩节，我们认为波动不会很大，也依旧能够看涨。那假设这个地方出现了决策假音之后，我们认为不应该收盘在这之下。那如果它不止收盘价跌破假阴线的收盘价，它同时呢还跌破了19012.09，那么我们就认为从这里开始风险将会释放。因为之前呢股价的跌破是不是从这里有过一次跌破股价涨着涨着这里出现跌破，而后市场就有风险出现。如果跌破之后一直没有突破高点，我们就认为这个方向一直是相对空方占优的。而假设再次出现空方占优时的向上突破预测高点，那么价格将是多方重新领导。而在多方领导之下，只要股价不跌破低点，我们就认为它依旧看涨，直到有那么一天收盘跌破预测的最大跌幅，市场空方比较强，就要小心风险的释放。好，那么股价出现了再次的向上突破预测的高点，我们就认为它的方向应该是上行，是不是这一天突破了？这一天突破了，阿哲从这一天开始，空间战法当中的提醒一直写的都是看涨，保持看涨。虽然目前的动能不强，但确实收盘一直有所抬高。那么现在你要小心的是，如果某一天出现了收盘跌破这一个预测的低点，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它有可能会再次出现我们前期所看到的短期快速的下跌和利润的回吐。目前的上涨比较弱势，你要特别注意，今天不要跌破这个数值，收盘跌破多头一定要逃离。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每天都会更新。那么阿哲教一下大家，如果你是新同学，今天首次订阅阿哲频道，你应该怎么样每天看到这一个盘前的点位分析呢？其实很简单，
点完订阅之后，你在下方阿哲的评论区置顶链接当中，你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这条信息每天会由助教老师告诉大家怎么去得到。那如果你是订阅粉丝观众，阿哲会告诉你，你可以有3重的福利在阿哲这边所领取。第一个就是粉丝群组，当然呢，这个粉丝群组不是说谁都可以进的，必须得是订阅观众，你已经订阅阿哲。而后第一个条件是你是订阅粉丝观众，第二个条件你得做过一次阿哲所布置的作业，因为我们会有直播课程，每一节直播课不管是公开还是内部，只要有直播课，阿哲都会布置作业，为了大家学习的效果是真正的学会了，所以会检查大家的作业。那只要你听过阿哲的一场直播，做过一次作业作业呢还不是敷衍的，那么说明你是一个认真并且真的爱学习想要去进步的同学，那么你才可以进入到粉丝群组当中，同时你也可以得到阿哲的盘前解析，以及呢每天每周的直播安排。像我们本周就有这一套课程，讲的是解密市场的密码，怎么去破译市场当中的一些交易密码，缺口怎么样去看，缺口的密码是什么，这是我们在周一的时候讲的。后续的课程基本上我们目前正在展开，如果你是今天报名参加阿哲的这个内部课，那么你呢还不算太晚，前面的2节课目前结束，你可以跟助教老师拿一下之前的回放，可以跟上节奏，认真的学习。其中你只要完成1节课程里面阿哲的作业布置，那么你就可以跟助教老师申请进入到阿哲的粉丝群组。刚才我们完成了第一部分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市场的观察，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到个股的分析交易。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空间和价格的分析。关于特斯拉的空间，阿哲已经把这几个数据放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最近半个月以来我们一直都有讲到特斯拉的空间解析。我们看到现在昨天的市场行情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而刚好高点就在 361.73 附近，如果阿哲没有记错应该是 361.9 几左右，所以呢基本误差很小，碰到了这个价位没能够继续向上去冲，所以股价呢出现了回落，而回落的低点刚好也在 338.27 左右，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一个压力位是有效的，而且是准确的，下方的支撑也是有效的并且准确的。那么目前股价就在这一个窗口期在震荡，就比较麻烦。我们上次说这一个价位是一个启动信号，阿哲认为它会对于 361.73 发出一个进攻，但是周一来看呢，这个进攻相对来说好像失败了，再一次的回到了338这一个支撑区间附近，目前没有跌破，所以呢还算不了太大的风险。如果它出现了阿哲所不想去见到的一个画面，就是股价再次收盘跌破这一个区间，就类似前面的这根阴线，股价突破之后又收盘跌破了，那你要小心了，它将是要去回归一下 308.19 再次回探了，所以这个地方尽可能的空间上不要跌破，只要不跌破就依旧还有希望去向上突破 361.73， 这里就是一个蓄势的阶段，只要不跌破它就是蓄势。那么从价格层面上，阿哲也要去好好的讲一讲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昨天出现的这一根阴线，我们曾经是讲过很多遍的，特别昨天阿哲周一的公开课程当中也讲了一下这一根阴线。阿哲说过，你看到它之后，你千万不要无动于衷。这根阴线叫做覆线，覆盖的覆K 线的线，覆线。这一根线它的来由是久田战法当中的一种看空的信号，股价在今天创了昨天阳线的高点，注意了，昨天得是一根阳线。如果你是新同学，之前没听过，现在把它的特点记住，股价的高点是一个比昨天高点要高的，昨天是阳，今天为阴，阴线的高点创了阳线的新高，盘中有上冲，而后价格收盘却是比阳线实体一半还要低，这是一个基础的最简单的最宽松的负线形态。而出现负线，阿哲曾经讲过，你要特别小心它所代表的风险，比如说这里是负线吧，股价后面是不是下跌的，
这里是负线，股价后面是暴跌的，它们都是一根阳一根阴，阴的高点创阳的高点，阴的收盘价跌破了阳线一半，是不是阴的高点创阳的高点，阴的收盘跌破实体一半，这个把实体都跌破了啊。好，看到这里，一根阴线的高点创了阳线的高点，阴线的收盘跌破实体一半，这是一个负线的状态。一旦出现负线，股价大概率我们说你必须要获利了结，或者说你必须要有所减仓的行为，这才是正确的。当然呢，有同学会看到阿哲这里也是负线，这里怎么就没跌呢？我们刚才讲了，技术分析没有100%的，负线只能说大概率看跌，但不是绝对看跌。如果股价是上涨中出现这个位置出现，这个位置出现，下跌概率肯定是大大提升。但如果是本来前期就已经超跌，本来就是大跌的，那这个时候的负线效果就往往不是一个高点，而是一个低点。那么我们也说过怎么去处理这个负线，就是负线之后的价格啊，你看一下这一天，一般负线出现之后，第二天是关键 K 线，关键 K 线的高点如果被突破，意味着有机会还能上涨，但如果又跌破了，则说明风险依旧存在。负线后的第二天有被突破吗？没被突破，所以是风险啊。负线后的第二天是谁？是它的股价就是重要的区间，突破了，而后股价也没有跌破它，那么再次突破，我们说是不是机会呀？那么现在呢，又是一个负线，它的隔天就是一个我们所去看到的，今天最好是一根止跌的 K 线，它这个价格刚好和我们的空间价位共振。如果今天能够出现一根 K 线，这根 K 线的区间范围在 334.96 和 338.27 这之间出现止跌的 K 线，那么这一个负线大概率不是风险信号，股价在突破今天特斯拉 K 线的高点之后，我们看涨，而且大概率能够去突破 361.73， 这只是一个洗盘砸盘，它又是一个低点。而假设如果今天没有止跌，而是跌破，那就完了，那就很大的风险。所以阿哲曾经说过，如果股价上涨，你有所利润，出现了负线，一般离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会让你在后续有更多的空间去操作。你是卖出之后暴跌也好，卖出之后止跌也好，你是有更多仓位能够去买进，以及暴跌就说明你卖对了，所以出现负线卖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再从资金的层面来看一下特斯拉，我们用 BBD 的净差，那股价的 BBD 净差说明是资金的短线运作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之前有说过怎么去看这个 BBD 啊，很简单，你看到这里，如果股价上涨是连续的资金流进，那么价格的下跌一般在过这一个零轴蓝色线的时候，就是一个关键的变盘点。我们看到这一天是不是过了这个蓝色轴零轴下穿了，它就是一个变盘点，一般这个点它不会被跌破，只要不被跌破，说明上涨回调在可控的风险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股价是不是上涨回调，回调过程当中这一天是下穿了，但问题这一天下穿之后，有像之前那样止跌而后快速突破吗？没有，这一天它没被突破，它也没止跌，所以股价呢震着震着就暴跌了，就下来了。那看到这里股价上涨又回调，而后这一天我们看一下具体是哪一天，一般呢就是首次变负值的时候。你说这一天是吗？感觉下穿了，看一下左上角 BBD 净差显示还是 4.603， 是一个正值，那么就说明没有下穿。好，这一天隔天这个阳线它是一个负 6.948， 说明它下穿了，股价上涨回调下穿了，那么就把它作为关键的 K 线，它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回调，没有太大风险，它就在这里应该止跌，它的高点就应该能够被突破，是不是股价它都不止止跌了，它还加速了快速突破，你就会知道这个位置它没有问题。那是不是这一波下跌股价有下穿零轴吗？没有，所以它呢都不算是一个特别严重的回调。那么现在股价虽然在上涨，你会发现资金出现了下穿，这一天它出现了下穿，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从前面的高点一直回落，一直回落，这一天才出现了下穿。
下穿之后的 K 线作为关键的变盘 K 线，理论上来讲，空间价格都告诉你这是一个重要的低点。如果这里有止跌 K 线，那么大概率又是一个低点。如果这里不是止跌 K 线，而是下跌的 K 线，那么这里就有点问题了。特斯拉就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你的多头这个地方出现负线离场是比较不错的选择，等待负线后的突破，等待关键 K 线后的止跌是一个更好的操作手段。所以关于特斯拉，目前你说我拿着不动可以吗？也不是不行，你等它跌破之后再走也可以。但阿哲的策略呢，就是负线出现之后离场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你不能完全赌它后面不会暴跌吧，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的。虽然阿哲认为呢，这里大概率是低点，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来交易。第六感觉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尽可能的跟随市场，真正止跌后去进行交易。这是关于特斯拉的一个解析。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呢，主要讲一下空间和趋势的分析。这几条趋势线呢，是阿哲简单的画了一下，就是目前这波上涨它的一个整体斜率的一个变化。股市当中，如果强势的上涨，一般会延续趋势线的抬高。就是你会发现强势的上涨行情，趋势线应该是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斜率的抬高，说明上涨是强势而良性的。那何时的市场会有风险出现呢？就是开始有效跌破最上方的趋势线的时候。目前斜率我们相信看到这里，其实这里呢，你可以画一根短期的斜率的线，是不是这里其实跌破了短期的，所以股价呢结束了这波强势的上涨，后面走的就震荡了很多。好，那么以这三根来看，目前相对中期的趋势线就是这两个低点后的延伸线。好，这两个延伸线之前呢有支撑，跌下来是一个假跌破，而目前跌下来呢是一个反弹，再是下跌。我们说这个结构的出现意味着上方的趋势线是有效跌破。而目前对于下方的趋势线，它会不会有效跌破呢？你又看一下会不会继续的下跌。如果这里继续下跌，把下一根趋势线也跌穿了，那对于上一根趋势线肯定是有效的跌穿。那如果这里是止跌反弹再下跌，也算是有效跌穿。那除非它今天或明天2-3天内快速的又强势阳线站回来，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个假跌破，那它还是可以持续的看涨的。这是英伟达目前的趋势，看一下这几根不同斜率的趋势线，它是否会连续的跌破。那如果你作为一个中期看涨英伟达的同学，那如果它这里出现了3根趋势线都被跌破，那一般意味着这个趋势就走弱了，中期就形成了一个头部，而当下它还有一点机会。但我们看到空间上，阿哲之前说过，空间上重要的点位是谁呢？是 141.1， 这个价位是多空必争之地。那这一天的跌破，是不是发现市场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基本都被拖累？不然的话，纳斯达克指数昨天应该也是一根不错的阳线，最后却变成了决策的阴线，它呢是一个拖后腿了。那目前你要看一下 141.1 之下，阿哲是不太建议呢你在目前去做多看多英伟达的，除非短期快速账上我们去做假跌破的短线看涨。那么在141之下呢，除非它下来这一条趋势线止跌，你可以博弈反弹，否则等待明确止跌信号，或者说等待明确假跌破的信号。目前的英伟达，你只能把它作为关注观察的对象，市场的温度的观察表，但是你不能去进行直接的交易，因为这个地方空方多方胜算都不是特别大。空头目前的胜算是比较大一点点，但是它的利润空间不是很大。而相对来说，多头这里真的没希望了吗？它是首次的跌破一根重要的价位。我们说过，对于一个价位的首次的突破或者说跌破，它一般会有2天的观察期。如果突破一个价位，比如说这里突破一个价位，2天时间你看一下，是不是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突破第2天就走弱了，股价一突破第2天就走弱了，股价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就走弱了，那么突破第1天，突破第2天就走弱了。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会不会出现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就走弱？像这种位置跌破一天走弱，股价跌破1天、2天、3天、4天啊，相对来说这个跌的力度比较狠。那像正常来说，跌破1天、跌破2天，是吧？就有所走弱，去寻找回补。它这里呢是连续的跌破，所以这里呢就跌得比较深一点。那像这里跌破了1天啊，这里没跌破啊，这里跌破了1天，而且是阳线啊，假阳线跌破，股价快速上来。好，这里跌破1天，我们假设这里的跌破幅度比前面大，力度更狠，那么它也大概应该不会超太多。正常如果真的是假跌破，第二天就会有小 K 线的出现，止跌 K 线的出现。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二部分，特斯拉空间价格分析，英伟达空间趋势分析。接下来来到第3部分，我们讲一下具体的个股，比特币的概念股以及亚马逊和谷歌。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一些个股，像最近讲到的 MARA， 市场当前很多比特币的品种呢都有所回落，而 MARA 呢是相对的补涨。那么之前我们就说过 MARA 呢有一个有所弱转强的局势，因为像 MSTR 和 Coin 在最近都是调整，而资金面相对流入了这一边。我们是什么时候讲的呢？我们是在这一根阳线的时候为大家去讲解的，后面持续的都是看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它的走势，它是不是也有一个决策的阴线？那这个决策的阴线，阿哲看一下它是不是放量的啊？之前这里也是决策阴线，也是放量的。那么决策阴线出现之后，是不是收盘没有跌破，而是突破？那么现在呢，决策阴线又出现了，收盘会被跌破吗？跌破就是一个风险。那么之前的下跌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变盘的信号？股价下穿的那一天是谁呢？是它吧，首次下穿0轴的 K 线。好，下穿之后低点没破，高点突破，所以它是一个回调变盘的低点。这是 MARA， 目前也是决策阴线，把这一个实体昨天阴线的收盘价守好，跌破是风险，不跌破等待突破，它依旧看涨。我们看到 MSTR 的话，我们之前是用什么方式去看的呢？我们用的是复线的方式。所谓的复线就是目前特斯拉所出现的那一根 K 线，是不是高点的阴线创了昨天阳线的新高，盘中有冲高，而后阴线的收盘价呢，把阳线实体一半吃掉了，这是一个复线。那像这里是不是高点出现创了昨天新高，而后复线的收盘价把昨天的阳线一半吃掉了，它也是复线。最近就是 MSTR 出现了2次的复线，那么第一次出现的复线，阿哲给他去讲过它的交易机会，它的交易机会是什么呢？等一天啊，等一天之后，它的高点能被突破，就是再次看涨的机会，说明前面的复线啊，它不是一个出货，它只是一个调整。但是复线这一天还是要进行获利的部分了结，或者说短线的多头清仓。那股价上涨这一个复线出现了，后续股价是不是又有止跌 K 线？它的高点有被突破吗？它的高点没被突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低点目前有被跌破吗？也没被跌破，所以股价目前这个复线啊还在方向选择。不过大家要注意，昨天这一根 MSTR 的 K 线，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是相等的，这根阴线叫关头阴线，关头阴线也是看空的，所以目前的 MSTR 呢，不要轻易的去买入做多，前面一个复线，这里一个关头阴线都不是很好，而关头阴线提供给我们的物极必反的选择是股价能够快速的收盘站在关头阴线的高点之上，所以如果这里真能够有一根上涨强势阳线，同时突破这2根 K 线的高点，那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博弈反弹的机会。反弹的高点就是543整数价位，这个关口能不能突破还不知道，但如果真有阳线能够突破他们俩的高点，说明 MSTR 还有机会。我们看到 Coin 呢，就彻底阿德觉得是偏弱了许多，因为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复线啊？复线之后突破呢也有机会啊，而后呢复线之后是不是又要离场啊？一个是进场，一个是离场，复线出现就要离场。你说前面我已经有获利了，那怎么办？
出现负线怎么办？就获利了结。而后这个地方短线获利也是要获利了结，不管当时是赚是亏，最好负线之后进行一个短线的减仓，甚至呢是清仓。好，负线之后股价下跌，这一天我们说负线后的这一天是关键 K 线，高点目前依旧没突破，就依旧先等等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的话最近是不是连续的调整？你看亚马逊的前高是什么？亚马逊的前高也是一个负线啊，股价前面涨得挺好吧，而后这一天在 215.9 的这一天，价格的阴线高点创了昨天阳线的高点，阴线的实体比昨天阳线实体一半都要低，所以呢它是一个负线。负线后我们说干嘛？你要减仓，你呢甚至要清仓，你至少呢要做一些卖出的动作，你对于负线的效果要有所尊重。所以股价后续出现了一个下跌，至少你不会亏损太多，或者说你的获利呢不会回吐太多。这一天如果选择离场的话，好，股价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价格走势，目前的趋势怎么分析？看一下固比均线，趋势目前还是多头的，但是不太好的是之前的死叉 K 线低点被连续的跌破一天，跌破2天，不过这里呢出现了止跌再次上扬。所以死叉 K 线呢还不能算是有效跌破，趋势走到这还不能说完全的会走坏，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下方的价格走势。这一天除了是死叉 K 线，也是变盘的关键点。低点没跌破，没有效跌破，那就还行。如果高点能够后续站上，则是一个右侧上的一个买点。那同时呢，我们看一下下方的成交量。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亚马逊它的量能有些异常，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异常。所谓的异常就是明显不正常的量能，比如说这一天股价这一天出现了量能连续梯量的上涨释放之后，突然有一天缩了倍量，比昨天的量能小了1倍。好，又比如说这一天股价昨天是倍阴量，这一天是缩倍阴量。好，这一天呢也是股价昨天是倍量，这一天是缩倍阴量。所以这些点位我们说量能是不正常的，缩倍阴量它就是一个关键的方向点，如果能够突破，说明这个异动量后方向是不变的，依旧向上。那么像这一天阿哲当时也说了，突破是一个机会，但是没有突破，所以没有买点。那像这一个呢缩倍阴量它就被突破了，并且股价呢亚马逊目前是回调到了中期成本附近，它有一个强大的支撑。之前调到中期成本，我们说在相对顺势的交易当中，中期成本线已经是一波段上涨回调的最后底线，如果连它都撑不住，那这个波段就比较惨。所以它也说明了，如果一个波段真的强势回到中期成本线，就说明是一个波段底部的可能构造。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阳线，收盘突破昨天倍阴线的高点，那么我们就认为亚马逊机会应该在此有所产生。最好呢均线组能够后续持续保持多头，慢慢的回归多头。我们可以把倍阴线和倍量 K 线它两者的最低点作为防守位。有时候目前的亚马逊可以执行一笔买入的看多交易，而我的防守位应该是这根11月21号的最低点 195.75，这是目前的短线策略。我们看一下谷歌，谷歌的话呢也是如此，是不是股价上涨下跌？那么看一下它的趋势，是不是它的趋势要比亚马逊弱一点？因为前面的走势是震荡的，震荡之后选择上涨，但是没有涨几个波段呢，它就下跌破了这个中期成本线。我们说破了中期成本线是不太好的，虽然说它这里如果趋势是后续依旧会走好，那这里很大概率是一个大底，但是我们谁也不知道后面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只知道这一天是一个变盘低点，变盘低点的股价突破之后是看涨的，但是它又跌破了，说明这个点位调到这里，它不是一个良性的回调，它已经是一个影响趋势的回调。好，那么它股价回踩一下前面的缺口和前面的密集筹码区域，所以有了止跌，并且有了一个倍量的动作。不过它这一天不是说倍量，它是一个10日星。我们也说过，10日星出现，如果突破也意味着有反弹出现，但因为它已经跌破趋势线了，所以上方的中期成本虽然是多头排列，
但它也代表的是一个较为弱的压力。那么价格的反弹，它如果能够收盘过去，那还好。那现在呢还没有过去，所以它呢虽然说是一个反弹的交易点，感觉是个买点，阿哲也觉得呢，也不是说不能试一试，但是肯定谷歌的这个买点不如亚马逊的那一个买点。如果你把这一个固比均线删掉，我们只看价格图表，好看价格图表，感觉还是一个回调，是吧？感觉是一个回调。但是我们看一下刚才所看的亚马逊，你看感觉也是回调，但是我们其实用图表分析也会发现亚马逊比谷歌的趋势要好很多，因为亚马逊的回调呢是一个股价前期是什么呀？是一个震荡，而后突破，现在是个回踩的过程。那你看一下谷歌的话呢，很明显它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回踩，虽然前期这里也是一个箱体，是吧？一个密集的箱体。那价格呢，在突破之后，是回踩一次又起来第二次回踩就跌漏了。那跌漏之后，目前能不能站上去呢？还两说，能站上去再回踩那还行。那如果这里都站不上去，再次下跌，把这个缺口补掉，好，那谷歌呢这里就比较麻烦了，就容易打开下跌的趋势。所以亚马逊和谷歌，如果你说阿哲我选一个，那肯定的是亚马逊从技术面上会更好。当然呢，这个基本面。这个有关的消息面，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分析，因为阿哲呢在视频当中更多讲的是技术面的考量。以上就是11月26号美股盘前阿哲所给到大家的一个行情解析、行情的简报。美股虽然目前新高，但阿哲发现风险依旧存在，决策阴线后的方向选择一定要切记，要去观察，要去盯好了。特斯拉目前是否给机会？不能完全的肯定，但至少空间上来到了重要的支撑，并且有负线的产生，说明后续如果真止跌，也确实是给到一个机会。英伟达呢，目前确实比较弱，而它如果后续不拖后腿，那美股的市场依旧还是看涨的。如果它真的出现了问题而持续的下跌，那么美股很难走多远。这是以上我们对于本期视频的一个简单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